各位朋友平安，欢迎收看新的一集CRTS。那上一集呢，我们来谈到这个神学特别我们谈到因信称义这个的主题如果你有收看的话记得我们说过这个一个人能够被上帝所接纳，他能够被上帝算为无罪，能够与上帝恢复一个正常和好的关系呢，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功劳，是完完全全的因着耶稣救赎的这个恩典。那我们人呢，只能够单纯的凭信心。什么叫凭信心呢？就是承认自己真的是得罪了上帝就是知道自己有需要被拯救，然后又发现自己呢没有办法拯救自己，只能够依靠上帝的恩典这个叫因信称义。基督徒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的原因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而圣经呢，也应许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单纯来到神的面前依靠他的人呢，上帝应许他必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很熟悉的各位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就说了，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是上帝要坐在我们身上的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的所谓的福音的认知那当我们成了基督徒过后呢，我们开始学习在世上继续的过这个的生活。可是呢，很多时候从人的经验从经历来说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挣扎什么样的挣扎呢？有一些人他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之后，但是发现自己仍然常常的犯罪常常的在罪引诱的面前很软弱。或者有一些人他们就会看到一些所谓自称基督徒的人哎呀，怎么他们的行为又是这样子的好像是不是很像圣经所说的这个圣洁的一个这样子的样式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要来谈一个主题叫做成圣。这个称义跟成圣几乎是靠得很近的，不能分开的两个的神学主题我们很高兴有这个的史弘扬牧师史弘扬牧师是本院的老师之外他也是这个台北联合2村的改革宗教会的主任牧师史牧师，今天我们很高兴你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个就是基督徒成圣的这个的主题。刚才我提到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挣扎那后来会怀疑到底是不是自己已经是称义了还是怎么样。那史牧师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我牧会这20多年来，以及在一些地方教导神学特别救恩论的时候，那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因信称义成圣的时候，有些同学们呢就会问，或弟兄姊妹会问老师或者牧师，为什么这个人受了洗，他是基督徒还会犯这样的罪或者说这个人从行为上来看算不算是得救的那当然我们必须厘清刚前牧师你提到了，我们必须先知道因信称义当然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是新造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那个罪性或残存的败坏还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信称义，假设我们比喻它是我入了门之后，我还要继续的靠上帝的恩典来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之外，可能是一个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而这条路本身应该算是一条蛮漫长的路但是重点在于说，为什么基督徒会觉得在一些外在的行为上，他们好像没有看到一个真正该有的基督徒的样式。那通常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到了我们改革中的救恩论。我们所相信的人的得救本身，当然因信称义是表达我们在上帝面前因着恩典被上帝算为义，但是必须先理解到是圣灵先重生我们所以圣灵重生我们之后，我们才会有悔改，然后转向耶稣基督，信靠他的十字架。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程序之后呢，一个人有圣灵重生的生命，圣灵内住他心里面，虽然有残存的败坏或罪性，但是他知道圣灵在里面的力量能力是可以克制他的肉体的情欲，所以他可以有一个力量
可以朝向圣洁，迈向圣洁成圣之路的。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持守了某一种的神学观，我称之为受洗得救论。OK 我尝试理解什么叫做受洗得救论那个意思是说比如一些弟兄姐妹会说，我已经受过洗了，为什么我还会犯罪呢？是我比较偏向的受洗得救论，是在于说他并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重生。OK， 他就是强调受洗，你就是得救的人，你就是神儿女。他忽略了信耶稣这件事情，不是我自己想信就可以，这是圣灵在他生命中的工作。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的确前牧师提到了，有些人他会说，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比如他20岁的时候，他受过洗了，但事实上可能从改革中的救人来看，他根本没有重生，他只是因为在教会团契啦、氛围啦、信耶稣很好啦，所以他就报名了洗礼。那牧师在过程当中可能也没有很仔细的查验他的信仰状况，就为他施洗。那只是在那个状况里面，可能他并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了一个一般我们认为正常的状况，那就是说，好，如果我们经过了考核，一个人信耶稣之后，他慢慢的走这个成圣之路，那他忽略的就是罪性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影响我们成圣之路的重要的关键，他忽略了。所以他以为信了耶稣很热心，然后呢，他也自己在教会当中参与很多的服事，他以为这些服事就是成圣。服事其实不一定是成圣。那我们从罗马书第8章的第29节30节来思想的时候，其实保罗有提到一件事，上帝呼召我们就是为了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在教会的成圣的生活，他是没有什么目标的，他就是做个基督徒，参与一些服事、奉献、委身，他没有想到上帝呼召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其实成圣之路这件事情应该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往那个方向前去。那当然的确的在侍奉当中，我们也的确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刚开始起步不错，那到了信仰的某个阶段就开始停滞，甚至退后，或者开始有一些激烈的震荡，那是难免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如果我们了解成圣是一个，我刚提到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却是一个以因信称义救恩为基础，上帝的圣灵内住帮助我们一路往成圣耶稣基督的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基督徒是非常有福的，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为什么让我们的生命要脱去旧人穿戴新人，它有个目标，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史牧师提到所谓的一个的成圣是一个漫长的路，是一生之久还会受罪的影响。这个成圣呢，也是为了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的概念，给一个基督徒知道在生命当中怎么走人生这一条的余下的年日。那谈到这个所谓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版本。有人说，可能有人会觉得说所谓的做基督徒这个成圣的道路就是越火热的在教会里面侍奉或者各种各样的意思那史牧师，你觉得这个所谓成圣或者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最重要谈的是什么呢？我大概通常会从3个不同的层面来分享，就是成圣，我们可以称之为果子也好，或者一个观察的一个层面了。那这3个面向本身，当然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最终的这个榜样是没问题的。那这3个层面，第一个我们提到的是有关基督徒的圣洁的生活。那当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是神，他是全能圣洁的，这个没有问题。第二个呢，我比较偏向于实践性的，比如说基督徒的这个爱心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待会在谈的时候就会发现，因为爱心这件事情，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但待会我们在谈到这个在圣经里面的爱心。但第3个方面，我比较强调的是在真理上或在真道上的一个成长。
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道的本体，所以我自己会从这3个角度来看。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但是会来看一个基督徒，当他说我在成圣的道路当中，我到底有没有成长，我到底有没有进步，我到底有没有在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那这3个层面可以让我们稍微做点自我的省察，或者做一些比如说期许自己，如果这方面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求圣灵更多的帮助我们。所以我刚才提到了，我待会会从3个角度，一个是圣洁，一个是爱心，一个是真道，来分享这3个步骤。所以谈到这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果子，这个特别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但是我刚刚提到救恩，在救恩论里面，或者在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往往圣洁不是他进入教会或信耶稣的最主要的考量，通常不太像是。通常进到教会或信耶稣比较多的是在爱的氛围，信耶稣很多的原因。但是当我们被圣灵重生之后，记得我刚才讲圣灵重生人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看见人的败坏，上帝的圣洁，他才可能会悔改，他才可能会认罪，他才可能在圣洁的上帝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败坏的人，然后他领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信称义的这个福分。所以他应该先知道什么叫做圣洁，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得罪上帝的人。好，但是这个不是就停留在因信称义的这个点上面，因为呢，我不是只有在信耶稣的时候知道我是个罪人，我上帝赦免我了，不是，而是我们一生之久，我们都有罪性，所以我们都常常会抵挡神。重点是认识上帝的圣洁的这件事情，是我通常是喜欢用我们常说的这个10诫后面这5诫来做个评估。或许我可以这样说，有些基督徒呢，刚开始的时候他会提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等等，不可贪恋，他可能自以为他做得很不错。但是当我们越发的读圣经，越发的认识上帝的那个标准的那个完全，以及越认识自己的罪性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以前以为我还是个不错的基督徒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我离上帝的标准还差很远，所以他才有这种愿意进步的动力。他如果觉得他自以为意，他对上帝的圣洁的认知是他脑袋中自己认定的我的标准，就上帝的圣洁，这种人不会有进步。他一定是圣灵在他心里面不断的让他看到，其实他离上帝的那个诫命的标准差很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常常提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提到他为什么是一个罪魁。我认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一定是看到这位荣耀的上帝，然后再看自己真的在地上所言所行很多的不配。你说保罗这么多的服事，建立教会，这么多的书信，他说他是罪魁，会不会有一点，我们常说会不会有一点说保罗你说的太过了？其实不是。而且很多时候我要厘清一个观念那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的时候，参与很多的服事，他们常常以为越多的服事等于越圣洁，其实并不是如此。越多的服事如果没有圣洁的心，它其实很容易产生骄傲、自大、自义，反而是有所亏损。所以当然因为圣洁，我们都对这个上帝的圣洁的概念，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所显明出来的之外，一个就是读圣经当中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所以应该是这样说的，教会你如何去看弟兄姊妹在圣洁的这个教导上有成长，就在于他们对于上帝的诫命本身，他认为他们是否愿意相信罪的定义包含心理、外在、消极、积极。那我觉得这部分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每一个人在这方面其实都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我还是讲一件事，就是在圣洁上成长或成圣有更多的圣洁，不外乎别的，一定是常常回到上帝的话语，你看看上帝对罪的看法，
以及我们对罪的看法。是，我觉得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教会因为受到许多现代人的一些想法，他们对于罪的定义开始在淡化它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对圣洁的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开始没有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罪是罪，对，开始从我们自己的解释理解来看，所以这是有点危险的。那我想史牧师我刚才非常认同的一点就是你提到这个人之所以认知到自己需要成圣，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你认识到上帝是圣洁的，当你越更多的认识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不配，实际上就是如此哈。很多时候我们刚刚进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很不错然后我们真的是觉得自己比别人都好。但是当你越多从神的话语当中认识到上帝是这样子的一位上帝的时候当然也包括服事上各种的摩擦各种的这种的情况发现到我们自己罪性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越来越认知到像保罗所说的，这是一个罪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这部分我曾经听过一个蛮难过的事，就是有些教会他们当然可能比较现代化，他们有所谓的敬拜团。那敬拜团的同工本身他们自己的私生活很抱歉不是可能非常的讨得喜悦，但是因为恩赐的关系，教会还是让他们在台上服侍。那这就回到了我们提到，就是到底教会在教的弟兄姊妹在成圣的路上的时候，我们要他们的服侍恩赐超过圣洁的生命吗？我认为圣经的教导并不是如此。圣经的教导是一个人的生命他有属神的圣洁，他在服事当中我觉得是不容易落入魔鬼的这些网络里面，也不会让魔鬼有机会来攻击教会。那当然这是我对圣洁的看法。那因为这个部分我还是觉得每一个人他什么时候对于上帝的诫命产生一个更深的了解跟体会，那只有圣灵可以帮助他。圣经里面的圣洁就是不是一个我们躲在山洞里面自己操练的一个关系，那所以也会关系到我们跟旁边的这些肢体。所以刚才史牧师有提到这个第二点这个真诚的爱心，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彼此相爱跟圣洁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假设我们在成圣的路上，我们对圣洁这件事情，我说好，圣洁我先放在第二顺位，但是爱心我有啊，因为呢在教会当中哇这个活动那么多，服事那么多，我有满满的爱心但是各位，当我们讲到爱心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想到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爱当然他爱世人，但是耶稣基督的爱它是一种我们称之为舍己的爱是一种我们当然用现代人话说不求回报的爱。其实这个不求回报本身到底是不求回报我们可以讨论，但是基本上是一个圣洁，就是他的爱里面是含有公义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那个罪恶的代价，所以神的爱本身是在圣洁里面的一个爱。但是因为弟兄姊妹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于爱的这个表达呢都受限于我们过去在我们的社会环境里面教育当中我们对爱的定义，比如说父母亲啦对孩子的爱所以我们觉得爱就是给嘛，爱就是关怀嘛，爱就是陪伴，其实没那么简单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就是为什么特别提到成圣是一个爱心的一个增长。爱心的增长请注意它并不是更多的爱心，而是我们的爱心越来越多从很自私很利己的爱转为耶稣基督的无私的爱。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是个实际的例子。那这个例子提到有一位弟兄，因为教会他常常有办爱宴，那这位弟兄呢其实很热心很有爱心的，在爱宴里面他会预备很多的这些餐食。那当然每一次吃爱宴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说哇某弟兄哎呀感谢你你预备的很丰盛好吃所以他每次听完之后他就越发的爱宴他就越来越预备。就有一次呢，真的有一次呢，他那天大概是菜可能盐加多了，就是吃的时候呢一吃就知道这个菜的味道就不对。那这个弟兄刚好在旁边，他没有被那个吃的人看到，那个吃的人没有看到他，那个吃的人就说哇这道菜谁做的，怎么
这么咸，哎，很难吃啊。当然这句话只是可能对他旁边那个姐妹讲的，但是你又听到了，你知道吗？基本上，通常我们如果听到这一件事情，如果我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可能我就说啊，姐妹，不好意思，这道菜我收回，可能今天我盐加多了，抱歉，让你吃的不舒服。不是，他二话不说，第2个礼拜就没来这个礼拜。然后呢，没有这个礼拜，没有牧师去探访他，他也不来。然后牧师后来找到他，问了他说：“为什么你突然就消失不来？”他就回答说：“我为教会做这么多，大家怎么可以这样批评我？”好，各位，我先讲我们一定要肯定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愿意付出的爱心。但是当我们的爱心，我刚提到，我们当然爱心是那种非常的充满了很抱歉的虚荣的、自以为是的或很利己的。其实我们做传道人常常也是这样的。那我们的爱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给到耶稣基督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相爱。因为各位你知道，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说我对你好，你对我好而已，而是我们的爱心真的是能够效法耶稣基督那种舍己的爱。在圣洁的当中，我们对我的付出并没有任何的期待回报，甚至连掌声如果都没有的时候，我是不是愿意继续的付出这个爱心？所以因为我觉得爱心这个部分在教育当中常常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因为说真的，我们做传道人的、做牧者的，我们不能够随便批评别人爱心的付出，就好像是打破拿大香膏的玛利亚也好，或是那位妇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说普天之下要纪念他为我所做的，但是门徒们却指责他浪费。那这就是说，有的时候爱心的表达或他的成长，有时候会超越人一般的理解。他愿意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愿意做一件弟兄姊妹可能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样做的事情，但是他完全无怨无悔，因为他爱心是为了要效法耶稣基督。当然可能很多朋友们听完之后就开始在想，哇，那我在教会当中哪一个服事不是出于爱心？我刚刚提到了都很好，我说的成圣是一个类似我们登山，或者说它是一个高低起伏的。所以当这种高低起伏的曲线图本身，如果它是一个长期往上看是一个成长的路线，那表示说可能刚开始我来到教会，我的爱心的付出是因为弟兄姊妹的肯定，慢慢我爱心的付出在于牧者的肯定，后来我的爱心的付出在于我对于自己能够成为基督徒跟这样付出的一个肯定，但是最后我爱心的付出只因为耶稣这么爱我，我怎么不可以回应他？我常常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不太理解，那他们在分享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这句话说，主耶稣这么爱我，我怎么可以不这样服侍他？我年轻的时候很难懂这句话的意思，我想说对不对你只是说你没有什么好讲的，所以说主耶稣爱我。但是当我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刚提到成圣的路上，一开始我们的爱心充满了许多的很错误的动机跟期待。所以当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各位我觉得还是回到了福音的本质，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办法体会到上帝救人的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大概他很难在爱心上有真正的突破跟成长，因为他永远停留在爱是一种彼此回馈。当然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的时候，我认为大家不要忘记那个背后耶稣说的像我爱你们。那你看约翰福音那的记载，耶稣是为他们祈求，为他们舍命。所以我认为这种彼此相爱是在一个圣洁的当中，以爱耶稣为我们的力量的来源。但是我说一句很诚恳的话到现在为止，连我们做牧者的常常在付出爱心的时候，有时候还是有一些蛮自私的。我们还在路上，我还在路上，所以如果你告诉我说，哎呀，牧师，你是已经到达了那个顶峰，还没呢，我还在半山腰。因为我跟他说我对不起，我容我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因为是一位康牧师讲的，一位很有名的康牧师讲的。
康牧师他去外面讲道是很受欢迎，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跟我们讲过一句话，说当他在服侍完了之后，然后他拿到了讲员费，他在离开之前会看一下讲员费多少钱，然后下山的时候就说还可以了。那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本身，他在提醒我们，服侍不等于圣洁，服侍也不一定等于真诚的爱心。他说你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内心其实是充满了自私自利。当我按照神给我的恩赐去服侍一群人的时候，我可能心里面在乎的还是最后你给我的那一包谢礼金。那他讲这句话是很真诚的，所以我们很 shock， 就觉得说哇，老师你居然这样讲的，我觉得很坦白。我觉得这就是提到说，今天我能够在服事里面可以不看重这些回馈而继续的忠心服事吗？我觉得这就是成圣有关爱心的部分。不过因为我们这里本身在路途当中，所以我很难要求弟兄姊妹你的爱心要比我大很大，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回到了恩典，恩典越大，我们才可能付出爱心。各位，你会从史牧师的分享当中看到所谓一个经验牧者的分享啊，不是什么很多治理管理的经验，但是却是一个在牧者一个还在成圣路程当中的一个牧者哈，这个实际的一个心里面的挣扎面。我想我们都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哇，我很有恩赐啊，上帝用我是很应该的。是。当你越来越年老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还好耶稣愿意爱我这样子的一个对，就是这样子的事实，对，很单纯不夹杂很多这种自己的条件、自己的恩赐等等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但是难得有那么有牧者心肠的一个的牧师在我们中间呢，我想刚才我们提的一些重点大概听众们也有共鸣或许也是很多人的挣扎。那我们要怎么在这个爬山的路上继续撑下去不晓得最后史牧师有没有一些鼓励的话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怎么在这成圣的道路上继续的所谓的靠主恩典来继续往下走往上爬。我就分享一下我过去在神学院读神硕的时候呢的一个课程，那加尔文神学那老师是黄翔老师，他特别提到加尔文的成圣靠恩典。那时候教会界比较喜欢讲什么三秘诀啦、5步骤啦、几个操练那有个同学听到老师讲成圣靠恩典，他就拍桌子说：“老师，你告诉我成圣怎么靠恩典？”那黄翔老师我记得那时候的回答可能有点委婉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去理解到说，其实称义是出于恩典吧。是，所以当上帝以恩典来使我们称义的时候，上帝仍然是用恩典来使我们成圣。也就是说，每一次当我们在爬山的路上，或者在往前进的路上，我们觉得挫折、沮丧爬不动的时候，其实没有别的，圣灵会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而那个神的爱本身就是这位上帝竟然爱我们罪人，为我们差下耶稣基督的儿子。所以当一个人心里面他再次的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那我请问，你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吗？你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吗？那我请问你，我们有多爱耶稣？我常常问我自己，我到底是爱耶稣多一点，还是爱我自己多一点？如果我是爱我自己多一点，我大概成圣之路就爬到这里就可以了啦，因为我觉得到可以了，可以跟神交代了。但是不是，当我常常被圣灵提醒，我其实觉得我没那么爱耶稣，我觉得我的生命其实还有地方是可以继续的，对不起，突破或者可以继续的成长的时候，还是回到了就是到底我们有多么爱耶稣。我们爱耶稣越多，我相信我们成圣之路可以走得比较久。我想这是以上他们的分享。非常谢谢史牧师今天很诚恳的这种的牧者心肠我知道要做牧师要谈这些内容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关心到弟兄姐妹怎么看这个牧者，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很实际的一个生命。那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也是如此的很真诚的靠主的恩典来走这个成圣的道路。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史牧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也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位收看的这个朋友们，下一期再见，平安。